药君修院庄子南华经院讲内篇1到11讲。第1讲总序，庄子入门与院讲缘起。开篇导语：诸位愿行者、愿心者、愿修同行者，今日我们开启药君修院庄子南华经院讲的第1讲，一部道家大圣庄周之经，一部自由与灵性的觉醒之书，一场关乎愿、关乎心、关乎生死自由的修院之旅。这部书名为庄子，亦称南华真经。而在我药君院主的院法中，此书不仅是道家的重点，更是一部院中逍遥、光中归真的自在修书。庄子是谁？庄子，名周，战国时期宋国人，乃老子之后道家思想的另一高峰。他曾担任七元小吏，却不是权贵，志存高远。史记称其学无所不通，却终生不愿为世俗所役。他不愿做王之臣，却愿做池中之龟。他不愿为功名利禄束缚自由之心，却愿在天地之间，在梦蝶之中，在逍遥之外，自在而行。在我药君法界中，庄周是真人，是圣人，亦是愿者，是那位愿逍遥而不住生死，愿起舞而不执万象的古圣。庄子一书的结构与精神，此书分为内篇7、外篇15、杂篇11，共33篇。内篇庄子亲作，言旨高远，思想核心；外篇多寓言哲理，拖言广引；杂篇多为门人追述，延续精神。这不是一部教条之书，而是一部悟的经典。没有系统体系，却处处是智慧光芒；没有一言定论，却处处打开心灵封印。它不是要你学会庄子，它是要你活出你自己，那个真正自由、本来光明的你。从庄子到愿修，发愿即逍遥。逍遥游不是逃避，而是超脱；其物论不是否定万物，而是破除执着，重建本体。坐忘、心斋、真人、智人、神人，庄子种种比喻，皆可在愿修法门中找到真意。我在此发愿讲解庄子，并非为了争圣道高低，而是愿以此经之自在清风，吹拂一切迷执众生；愿以此经之浩荡真气，引导众生从纷乱梦境中醒来。愿者逍遥，愿修及其物，愿入愿出，光照无边。庄子精神与运法融合5点：一、无为而愿行，不是无为不作为，而是超越执着之愿行，成愿而化；二、其物而度生，不以分别，不以我度他，而是以一愿同体，同登光海；三、坐忘而归真，身心俱寂，执念尽消，便能显现本愿之清净光明；四、梦蝶之道，愿中化身，化蝶化人，皆为愿行之方便，非实非虚；五、真人之愿，庄子笔下的真人，便是愿体圆满、无执无碍的愿修圣者。为什么在此时讲庄子？此时众生扰扰，外境纷纷，自由成奢望，内心成牢笼。人们活着，却不知为何而活，追求却被欲望反噬。而庄子正是一部教人如何自在活、如何安然死的大书。而愿修者，则是那愿意超脱生死、觉悟本愿的光行者。我们在讲儒、讲佛、讲金刚与心经、讲孟子与中庸之后，今日以庄子为义，展开愿光之自由之飞翔。愿印发于药君院主愿语。我药君院主今在此发愿，以庄子33篇为光种，愿讲30讲，为众生种下逍遥自在之愿根。愿一切听闻者，不因世俗迷失本愿；愿一切修行者，不知生死，超越彼岸。愿由庄子入道，由愿修而归愿界。愿万象同归，真光永照，结语引导。下一讲，我们将正式进入逍遥游的讲解，从大鹏展翅到愿心起飞，看庄子如何化翅膀为愿力，看愿者如何乘风而上。愿我们众生皆可逍遥，不为形役，不为名富，在愿光之中飞越生死，归于本心。药君修院庄子院讲，我们下一讲庄周梦蝶见。愿者同行，光照十方。药君修院庄子南华经院讲第2讲逍遥游。一、愿者无外，心化无穷，引子开篇。北冥有鱼，其名为鲲，鲲之大，不知其几千里也。诸位愿者，这便是庄子第1篇逍遥游的开端。鲲化为鹏，腾飞9万里，背负天风而上，直抵云天之外。这不仅是神话的开篇，更是一位愿者内心深处那无边自由之愿的觉醒。我们今日愿讲逍遥游，
不是要解一个古老寓言，而是要唤醒你心中那纸鸢棚。一、逍遥之意是什么？逍遥两字，道家常谈，儒者易现，佛者亦有无碍解脱之意。但在庄子笔下，逍遥不是闲适，不是放浪，而是不系于物，不累于行，心无所居，志无所执，愿无所爱，故能自由而游于天地之间。这是一种无待而至、无爱而行的终极自由。在愿法中，我们称之为愿无所住，心化无穷。二、鲲鹏之变，愿的形象化。庄子以鲲化为鹏，9万里之飞，非比寻常之域。这不是讲自然界的鸟鱼变换，而是在说愿者之心本可变化无穷，愿力之大，可化形为光，乘风直上。你若仍执一生有限之形象，则终日困于池沼萦文。你若能放下小我，承接本愿之风，则可化身鲲鹏，遨游法界。在愿讲中，鲲鹏即愿体的象征。鲲者，藏于深渊之海；鹏者，腾于自在之空。鲲为愿根，鹏为愿行，一前一飞，皆是愿修之路。三、9万里之风，愿风之托。庄子曰：水击3000里，抟扶摇而上者9万里。鹏之飞，非自力之薄，而是成天地之风。这风是自然之力，也是大道之助，愿力之托。愿者非直力强行，而是顺天而动，随愿而行。你若只是执念中以己奋飞，终会力竭坠落。你若立愿于法界，行愿于众生，自有天风扶你直上九霄。愿风者，即是你心中不灭的清愿，不息的愿光。四、调与学究，小智难大任。庄子讽调与学究，我越不过于方，是亦非之智也。他们讥笑鹏鸟，说9万里之飞，何必如此劳神？愿行者常会被小愿者嘲讽，你为何要普度众生？你为何不只顾自己安乐？你为何不顺世俗活着，而要如此大愿入尘，力竭度人？此处庄子给出回答，彼其志不过如此耳。小气不能容大志，小愿不能实大愿。你若心中有大鹏之愿，就当明知寂寞也不退缩。五、大愿者之心，无外无穷。庄子之逍遥，终归一句话：智人无己，神人无功，圣人无名。这三层正是愿修者的三境。一、无己，不执小我，入愿本体，愿即是我。二、无功，不求名利，不执果报，以愿而为，不问得失。三、无名，无需他任，自照光明，以愿为身，以度生为乐。愿者终究是要无外之由，无尽之心，以法界为舟，以愿光为羽。本讲小结。庄子的逍遥游是愿修的觉醒旅程的起点，他教我们如何摆脱有限，回归无限，如何从一个被命运困住的肉身，成为一个乘愿而飞的光体。北冥之鲲化而为鹏，众生之愿觉而为光，你我皆可飞翔。若你肯立大愿，舍小执，成愿风。愿讲结语要君愿主发言。我要君愿主于今日发愿，愿一切众生皆可从心底觉醒愿之根本。愿你我皆能化鲲为鹏，不诱池沼，直上云霄。愿我讲此逍遥游，为诸愿子开启自在之道。愿你逍遥，不因名利所牵；愿你飞翔，不为俗念所缚；愿你一念发起，万劫光明；愿你一愿清净，变成大道。下一讲预告，在第3讲，我们将继续深入逍遥游下篇，解读鹏之飞与小大之变，探讨愿之广狭与道之根本。逍遥者不在天外，而在你我本愿之中。愿光之鹏，以展双翼。我们下一讲见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第3讲，逍遥游2，大鹏之志与愿之飞翔。开篇引导，庄子开篇言鲲化为鹏，9万里高飞，托风而上。但他为何写这大鹏？是要告诉我们宇宙有奇鸟？不是。是要惊艳笔法，逞其鬼想？更不是。他要说的是大鹏之志，愿之所往。愿修之人，心中若无鹏志，便终被俗物沉没。愿若不远，便飞不高；志若不大，便起不动。今日这一讲，我们将深入探讨愿之大小，决定了你能飞多远。一、大与小，志之高低分愿道。庄子写道：小之不及大之，小年不及大年。小的生命只能感知小的时间、小的空间，大的生命则能包容万有，遨游无疆。在愿修之路上，小愿者常问：我只愿保家平安有错吗？我只想脱苦得乐，
不求度他，错了吗？不算错，只是飞不远罢了。庄子借大鹏与调鸠之比，分明点出，小智者终日飞腾，不离树下数尺；大愿者一飞9万，振羽而上。不知其极愿修者，若心中没有大鹏之志，便只能在井口窥天，于短命苦生中轮回往复。9万之飞，非一日之功。鹏之所以能飞9万，是因为背负青天而莫之夭厄者，而后乃金江图南。重点在莫之夭厄4字，亦即无人能阻，意志不折，愿行亦如是。你发愿之初，或被旁人讥笑，或被现实拖累。你刚刚启程，便被风吹雨打，被名利诱惑。你心中之鹏，要在这万千干扰之中保持方向，这才是修。庄子告诉我们，鹏之飞是有志的，不是随便一跃，是图南。图南者，南冥也，那是大海，是归处，是愿的方向。愿修图南，你之愿向何方？愿修者，请问自己一句话：我之愿欲飞向何方？你若仅图财力小福，愿便止于俗岸；你若图解脱度生，愿便腾起光宇；你若图法界归家，普愿众生，便是9万鹏飞，万里光照。庄子设图南为鹏之终极志向，在愿法中，我们称之为愿之本愿，或归愿之海。每一个愿字终有归宿，你是为民而愿，为利而愿，为俗世之人事烦恼而愿，还是你愿化光归界，度脱一切有情？大鹏不会忘记南海，愿者不可忘本心。小虫之辩，非敌对，而是劝醒。调羽学鸠，赤焰之流，嘲笑大鹏之飞。庄子写的极妙，不是批判小虫，而是叫你莫以井口观天。他们说我奋一跃不过树，已是极矣，这话是不是耳熟？我尽力了，我就这样的人，我又不是圣人。这不是别人的声音，是你内心的退却在说话。庄子用这些声音提醒你，若你想鹏之飞翔，就不能听小虫之语。愿修者，不问旁人怎么看，只问愿心可曾退转。你要学的不是飞翔的技巧，而是那不退初心的大鹏之志。愿鹏之心，不动于风，不止于天。庄子中章言，治人之用心若镜，不将不迎，应而不藏大鹏之心，非躁动之志，乃清明之光。愿者之飞，并非激昂狂热，而是清愿不灭，初心如镜，风来便飞，风去不直。这就是愿之飞翔，非狂非妄，不逃不惧，非愤怒而冲天，非失望而遁世，而是以本愿为舟，以清净为风，飞往那不退的归处。本讲小结，庄子以鹏比志，不只为喻其鸟，实是教人立志，教愿者起飞。大鹏之志，即愿者之志；图南之海，即归界之心；9万之飞，即愿行之路；调鸠之机，即世间之扰。愿者唯一要做的，就是不忘飞翔的方向。要君愿主愿印发言，我要君愿主今在此发愿，愿我之讲能唤醒你心中沉睡的鹏翼，愿你不直低飞，不恋树枝，不惧风雨，愿你立大愿而起飞，乘愿风而图南，愿你之飞不止9万，不限形象，不系天涯，愿你之心无障无碍，自在无边，愿你之光化作天风，唤起更多愿者之意。下一讲预告，在下一讲我们将开启齐物论的愿讲旅程，探讨何以一切皆可齐，一切皆在愿，走入庄子最玄妙的篇章，看愿心如何超越对立，化解分别，归于无碍之中。愿无对立，心无二见，我们齐物之境，不见不闻中再度相见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第4讲齐物论1，大道平等，万象一愿。开篇引导，若说逍遥游是一位愿者的起飞，那么齐物论便是飞至高空后的深度觉悟。庄子第2篇齐物论历来被称为最玄最难却最本真的一章，不说道理而说颠倒，不讲秩序而讲混容，他质疑语言，否定知识，超越好恶，打破是非。究竟庄子要我们齐什么？物又是如何齐的？今日这一讲，我们将以愿修之心解读庄子之齐物，并立下愿者平等是万物，慈悲对一切的根本之愿。齐物何意？齐不是把一切变成一个样，物不是指器物或他物，而是一切有相之存在，人、事、物、心、念、见解、语言、信仰，皆是物。庄子说齐物，就是说万象虽异，本源异同，
众见虽殊，离体无二。我们愿讲中的起悟，就是一切皆为愿化，一切皆可被愿光所度。二、破对立，万法归愿。庄子用一连串对立词语质问：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，是亦彼也，彼亦是也。你说是，他偏说非；你说正，他又说邪。那到底谁对谁错？庄子并不是主张混乱或虚无，他要我们看到一切对立皆因执着，一切纷争皆因分别。若你用愿去看待世界，你就不会执着一切我是对的，你是错的，而会转为我愿你离苦得乐，我愿你也光明圆满。其物不是否定万象，而是超越分别，反归一愿。三、心斋与坐忘之源。在齐物论中，庄子提出心斋、坐忘，这些后来成为道家修炼之核心，也是愿修者之根本心法。心斋者，斋戒其心，除去一切杂念妄执；坐忘者，安坐其中，忘却己身、情感、分别，归入愿体。愿修者若要真正起悟，便须先心斋，让心如镜，不迎不惧。再坐忘，将一切我是、我是非、我喜恶之念忘却，唯存那一念纯净大愿，光照无边。四、其生死，其善恶破世间二元。庄子极力打破的一个对立，就是生与死，善与恶。他说：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。你能说春胜于秋，白胜于黑，人胜于鱼，生胜于死。在庄子眼中，这一切皆是变化；在愿者心中，这一切皆可为愿所度。不论善恶，不论生死，皆有愿的可能。一个恶人也可能一念悔悟而成佛，一场死亡也可能是愿者归界的化光之门。所以我们说，愿不分别善恶，但愿一切众生得度；愿不执生死，只观轮回起灭之愿机。五、无言之言，以愿照言。庄子在此篇还质疑语言之局限，语言是指乐之旨，非乐本身。你说道，那并非真正的道；你说愿，那只是一个方便的引子。真正的愿，不是语言所能穷尽的。我们愿讲虽用语言讲述，但愿修者要知道，语言非愿，愿在你心；文字非法，法在你心。愿讲的作用，不是让你记住多少句讲词，而是让你觉醒愿心，修行愿行，成就愿体。本讲小结，齐物论是一种大智慧，也是一种大慈悲。庄子破尽一切分别，是为使众生不再执着是非争斗，而愿修者则更进一步，以愿力光照这无尽纷争世界。你若愿其一切，愿度一切，便不执一物，不舍一人。你若立愿为舟，慈悲为帆，则生死善恶皆可度化。你若能齐万物于一愿，那便是真正的逍遥游。要君愿主，愿语印发。我要君愿主，今在此发愿。愿我讲解此齐物论，为愿者破除执着之网。愿一切众生不再以眼观物，以心排贴，而能以愿化世界，以光观心。愿人人皆其我，我其人人。愿一切分别归于大愿，一切对立皆成共修。愿众生不争是非，不执高下，唯修愿行，其登愿海。下一讲预告，在下一讲我们将继续齐物论二，妄言得止，气真无对，走入言不尽意的终极玄境，探寻如何在寂然无语中契入本愿，见真如。真愿无言，真心无相，愿光寂照。我们第5讲再见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院讲第5讲齐物论二，妄言得止，气真无对。开篇引导，庄子说，言者所以在意，得意而妄言，这句话便是齐物论真正的灵魂。语言是渡你过河的筏，意指是河对岸的彼岸。若你已渡彼岸，岂还扛着筏子不放？今日我们所讲，便是庄子要我们妄言而得止，要我们超越语言，超越概念，超越对错，超越敌我，直接入愿，契入本真之境。一、语言之病，皆因执着。庄子说，夫言非吹也，言者有言，其所言者特未定也。语言不是无的放矢，是有方向的。但问题在于，语言永远不能定道，不能故意。你说善，他有另一种善；你说佛，他理解的是神；你说愿，他以为是欲；你说光，他只懂灯。这不是因为你错，而是因为语言无法承载终极真理。庄子要我们觉察语言的局限，回到愿的本心，道的寂然。二、妄言得止，不在言中求愿。止乐之止，不是乐，是道之言，不是道。庄子说，
真正的契入，来自于超越言语的心领神会。愿修者若执着愿语本身，便会直文害义。愿经、愿语、愿讲，皆为引路之舟。你若念念执着于舟楫，就无法真正登岸。所以我们说，真愿不在言中，而在你心底最初的清净一念。在那一念里，你不再需要解释、证明、表达，你只是知道，这是我的愿，我就愿为之而行。3. 契真无对，道无敌我，愿无彼此。庄子说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这便是契真的状态。契是契入，合一；真是本体，不二；无对是不再与任何事物对立。愿修之人若能契入此境，便不会再执着于我度你，我是愿主，你是众生，我是好，你是坏。在契真之境中，我即你，你即我，众生即愿体，愿体即众生。你度的不是别人，你是在完成你愿中的自己；你救的不是对方，你是在唤醒你共愿中的分身。4. 何谓由心于物之初？庄子在其物论中还说，由心于物之初，即是愿修之返本归元。何谓物之初？是万象未分，一念未起之时，是你出发愿心未受尘染之真境。那一刻，你为言而愿，为修而修。你尚未说我要度众生，你已在光中与众生为一；你尚未分法界与人界，你已在本愿中圆融无碍。愿修的最高境界，不是修得了什么，而是你回到愿之初心，心无对立，物我两忘，这便是由心于物之初的真意。5. 愿光不言，照而无声。愿光不会说话，但它照耀万物；法界不会辩解，但它从未迷失。你越是深入愿修，越会感受到，真正有力的愿是不动声色、不言而信的愿。真正能度众的光，是不设言说、不落文字的光。当你无需开口，旁人已感温暖；当你不说我愿为你，而他却已感动转化，那是你以妄言得止，你的愿已契入本真。本讲小结，其物论不是要你说得好，而是要你觉得深。庄子让我们看到，语言不能承载愿，而真正的愿是无声处最响亮的光。愿修者应学习妄言得止的心法，以愿为本，不执文字；以光为身，不执行迹。愿你在无声处契真，在光明中无对，在一念中圆满。要君愿主，愿语印发，我要君愿主，今在此发愿。愿我之愿讲，不是为了你听懂每一句话，而是为了你在静心中忽然忆起你本来的愿心。愿你在文字之中不执文字，愿你在语言之中不限语言，愿你不因言句而起分别，不因法语而造执念。愿你如镜，无挂无碍，如光无声而照。愿你得止于心，契真于愿。下一讲预告，下一讲我们将转入养生主的愿讲探讨，在人生百病与修行万难之间，如何以愿为身，以道养命，成就愿行无碍之法体。身依愿身，命依愿命。我们第6讲愿中见，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。第6讲养生主，顺命养心之愿修之法。开篇引导，愿修之道，终须入世而行，助身而修。庄子在逍遥游与其物论中谈飞翔，谈其一，皆属心灵解脱。而到了养生主，他落笔于身体、生命、处事与顺命，这不是退落，而是愿修者以愿入尘，化世为法的真实之道。今日我们讲的养生主，正是道家身心双修之经，更是愿者化身为愿，于是而修的法门。1. 庖丁解牛，解在无碍，行于愿道。本篇最著名的寓言便是庖丁解牛，他一乎天理，因其固然，游刃有余，不为不伤。3年之后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手之所触，心之所会。庄子以此讲养生，但不仅是养身之术，而是讲顺命、顺势、顺愿之愿修身法。庖丁不是凭蛮力，而是依道而行；愿者不是靠执念，而是顺愿而化。愿修者在世如庖丁，若强执于行，处处碰壁；若顺愿而行，道路自开。2. 愿者不逆命而转命。庄子曰：良庖岁更刀，足庖月更刀，而庖丁19年未尝更刀，这是何等境界！别人日日对抗，日日折损，而他则因得道于刀，循理而动，从未伤损。愿修者之身亦是如此。若你为愿而行，终日苦闷病痛；若你强求不该得者，生生逆命破愿；若你执于我要成功，我要成佛，反而入我之深渊。
而若你放下执着，弃入愿心，你便会发现，一切事物皆有解的方式，一切困境皆有道的出口。3. 养生主，亦是养愿主。养生，在庄子笔下，非指吊器导引，实悉有道，而是手中养神，顺命养德，无为而不为，明愿而自在。愿修者在此当知，你非仅以肉身修行，而是以愿身修愿。肉身有限，愿身无穷，调养身体是为了承载愿力，守护心神是为了不失本愿。愿主者，既是光之体，法之源，亦须养之以宁静，守之以觉悟，修之以行愿。4. 顺愿而动，不逆其机。庖丁之刀，不是乱砍，而是欲其空隙，因其固然。他不强求突破，而是寻找自然空隙，最小阻力之境。这正是愿者的随缘起行，择机发愿。有些人，你今日讲经不听，那便静候机缘；有些事，你今日行之不通，那便绕道随顺，不可执拗。愿修者当有庖丁之志，不为难，不逆理，不以愿力强求事法，更不以愿名压人而行。愿是顺性而发，愿行是借机而化。5. 养生即养心，养心即明愿。庄子最后点出，寂静乎道，便是当一寂一行，进入道体，成为无碍之修，愿修亦然。当你吃饭是愿化，睡觉是阳光，言语是度人，举手投足皆是愿的延伸，那你便不再修愿，而是愿即我身，愿即我行。愿修者最高的养生主，不是长命百岁，不是不老不病，而是随愿而安，心无病，意无扰，神无尘。本讲小节，庄子以庖丁解牛讲养生主，而愿修者以身为愿，以行化事，亦须养之，守之。愿修非是苦行非人，而是善养身心，光耀法体。愿行非是逆天强求，而是顺道应缘，成愿自在。愿你如庖丁，游刃有余。愿你养心明愿，常光无碍。要君愿主，愿语印发，我要君愿主，今在此发愿。愿我之愿讲，能为愿者指出身心之路。愿一切愿行者，于世间之身不知苦厌，于五蕴之命不起贪惧。愿你顺愿修身，守心养神。愿你不惧锋刀双剑，不染尘劳名利，而以一愿为主，以万行为化。愿你如庖丁般，于众生心所中游刃而解，度人度己，圆满无碍。下一讲预告，在下一讲我们将进入人间世的愿讲，谈愿者如何身在尘中而不染，愿中行事而不伤。愿者当入世度生，而不迷于世事。人世如潮，愿中周行。第7讲，我们尘世见，愿中见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。第7讲，人间世入尘持愿，处世之道，开篇引导。愿者不在天上，不居山林。愿者行于人间，度在世中。庄子在人间世中，不再谈神人逍遥，坐忘其物，他转而面对现实，面对权谋，面对世俗，面对入世的挑战。他论的不是如何修道，而是在世间行道，在浊世守愿，如何进退有据，圆通无伤。今日我们愿讲人间事，就是要谈愿者如何入尘，如何持愿，如何善度人间。1. 入世不染，愿修者的真实修行场。庄子言，处世而不可脱，任道而不可服。愿者终不能总在云端中谈光，谈法，谈彼岸。真正的修行，是在生活中，关系中，利害中，诱惑中。你面对的是非，面对毁誉，面对利益，面对诱惑，你还能否不忘出愿，守心如光？这便是人间世所言，处乎己动之间，而无所主。己动者，权变多端，世事万千。无所主者，非无心，而是不为欲念所执，不被妄念所缚。愿者在世，必须身在局中，心在愿中，事在变中，道在常中。2. 颜回之问，如何辅君而不伤道？本篇核心在颜回问孔子，是否应出仕辅政，如何立身不毁其愿。孔子以无用之用应之，以无后入有见，回乎其于游刃，必有余地矣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愿者非不用，而是不执；非不畏，而是不陷。你做事，但你不执于得失成败；你入局，但你心光不染，你愿不动。愿者在人间，不是消极避世者，而是愿中不动者，光中自在者。3. 事功非本，愿行为本。庄子多次讽刺功名富贵，
非为否定形式，而是怕人陷于其表，忘其本心。愿修者须知，你的一切行事，若不是愿的延伸，终将沦为世俗之劳。你讲经布道，是为愿化，或为名声；你行善济人，是为愿力，或为感恩回报；你处事为正，是为度人，或为荣宠施情。若你忘了我为何愿起，你便会在世事中迷失方向。而若你时时意念我此生来此是为愿修度生，那世间一切皆是你的愿修道场。4. 退藏于密愿者之处是智慧。庄子说，绝技亦无形的难，绝言易，无言的难。愿者最难的不是远离，而是在其中而不被污染；不是逃避，是深入而清明；不是不说，是说而不直；不是不做，是做而不染。退藏于密，即是将你真愿之光藏于心密之中，不显不争不露，而自然化现。你不需时时说我是愿者，你不需举手投足皆讲大道摆圣人，你只需在每一件事中保持一念愿心，那你就是最真实的愿修者。5. 人间事是愿界，非苦海，而是化土。世人常说人间是苦海，但在愿修者眼中，人间是愿界，是道场，是炼愿之炉。在顺境中学不贪，在逆境中学不怨，在关系中学慈悲，在名利中学守心。你不是逃避人世，而是转化人世为愿行之光地。愿中之人间不再可怕，愿中之行事不再苦劳。本讲小节，人间事是愿修者真正的落地之章，不再讲神通变化，不再讲玄虚名词，讲的是如何在你每一天的生活中守住愿心，行好愿行。愿者非离尘而清，而是入尘而净；非不动而神，而是动而光明；非避世而修，而是愿行而度众。要君愿主，愿语印发，我要君愿主，今在此发愿。愿一切愿者皆能在人间持愿，在尘世守心。愿你行于权变而不忘道本，处于利害而不动愿根。愿你在最污浊处仍可发光，愿你在最逼仄处仍能不退。愿你以此身为愿之舟，以此事为度之海。愿你在人间事中行真愿，度真生，正真心。下一讲预告，下一讲我们将进入德充福的愿讲，谈愿者之德，如何内充无形，外化无声，成就愿体充光，行止皆度的境界，不靠形象，不显外功。第8讲，我们以德为符，共正愿身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。第8讲，德充福内德愿光，自化他化。开篇引导，真正的力量未必喧哗，真正的德行常常无形。庄子在德充福中描绘了许多身体有残、形貌不全之人，他们虽不合世俗标准，却内充大德，化人无声。在愿修之道中，我们讲愿德，那是一种来自本愿深处的光明之德，不靠威仪，不靠才辩，不靠地位，却能自安自明，自化他人。本讲我们将走入德充福的世界，体悟何为愿体充光，无声胜有声的愿修境界。1. 何为德充？德充意指内在之德饱满无漏，圆融而不张扬。庄子列举行残之人，断臂、跛足、毁容、聋哑，却说此辈皆有大德，能为师表，能主邦国。庄子要告诉我们，德不在其貌，道不在形体，而真正的愿德也不是靠修辞、讲法、布施而显现，而是那不争不动、自在清明的愿光之流露。2. 愿者之德，不行于外，胜于万象。愿修者常有误区，以为德者必广布经卷，设坛弘道，声名远播。但庄子说，德备矣而行不备者有之。真正的德未必有完美的身体、圆满的世缘，但一切所至皆令人心悦诚服，光明向善。愿者若有真德，无需多言，无需张扬，一言一动，一举一指，皆化于无声。正所谓愿光不语而交，愿德不争而成。3. 内德充盈，愿身无漏。庄子用充福二字意指，如福气天道德体圆明者，必内而光显，非由外事。愿者的德并非由借条堆砌、形象装扮而来，而是你是否守本愿如初行，愿心无漏，于内不染妄念，于外不图虚荣，身虽困顿不动愿光，境虽恶劣不失清净。这才是德充的本意，愿体光明，无所虚添。4. 自化与他化，不言而度。庄子所述之人，虽行残，
却能使国君心悦，使弟子诚服。原因何在？就在于他们自化之光，默默渗透他人心田。愿者若能愿行纯净，愿光无染，那便不需刻意布道，不需强说教化，你自然便是活着的经，行走的光。正所谓，愿者无强度，但愿光能化人；愿者不求影响，但愿体能转进。这不是消极隐退，而是极致的慈悲。愿修至深，不必出声，便以度人。5. 行不爱怨，愿缘自在。庄子最后要我们明白，身体是否完整，环境是否安稳，都不是愿得的根本障碍。即便你病苦缠身，身处险地，名利皆无，只要你愿心清净，愿行坚定，你就可成就愿得充福之境。你不需等待一切完美才开始修愿，你只需于当下持心光明，守愿不退。你即是愿界中的圣者，是无生度化的光体。本讲小结，得充福教我们，真正的修行不是修外，而是得自内生，愿光自照。愿者之德，不是夸饰，而是实证；不是依赖条件，而是内发真心；不是张扬布道，而是默然化人。愿你我皆修内愿之德，充而不漏，明而不彰，自化而度人，自净而要事。要君愿主愿于运发，我要君愿主今在此发愿。愿修之人，皆得清净之德，不漏之光。愿你不以身形自现，不以世事自扰。愿你持愿而行，不生而化。愿你所到之处，众心归善，万境和光。愿你之德如福和天，如光迎界。愿你之身虽静，运之力却变化十方。下一讲预告。第9讲，我们将开启大宗师的愿讲篇章，进入庄子对死生之大化，愿者如何无惧寂灭，光中长存的深度思辨。若死生可期，则愿体不灭。第9讲，我们大宗之地在会愿中，要君修愿。庄子南华经愿讲第9讲，大宗师一大化之中，愿化无尽。开篇引导，天地有始无终，道法无形有情。庄子说，大宗师者，天地之本也。这一篇大宗师是庄子关于生死之大、变化之极、道体之本、愿化之深的总纲大论。他不讲伦理，不讲政治，也不讲礼法，他只问，在这天地大化之中，我是谁？我往何处？我的愿是否能超越生死而不灭？今日起，我们进入大宗师2讲。第1讲，解大宗之意，愿化何在？1. 大宗师何为大宗？宗者，本也，源也，统也。大宗师者，天地之师，道之原命。庄子以大宗来统天地万化，意指一切有形者皆归于道，一切变化皆归于化，一切愿力皆成于本源。而在愿法中，我们所称之愿主、愿体、愿界，即是顺应大宗之道，以本愿化现一切存在，导引万象归元。2. 大化之中，生死无碍。庄子在本篇提出震撼人心的名句：方生方死，方死方生，方可方不可，方不可方可，通天下一气耳。这不是戏弄逻辑，而是指出生与死不过是大化中的一呼一吸愿中的一次转轮。你若执生为福，死为苦，你就被生死困住；你若明愿无生，心无死，你便在大化中乘光而行。愿修者须知，愿体不死，愿光不灭，身可朽而愿不尽，形可散而愿长存。3. 天地与我同根，万化皆为愿现。庄子言，天地与我并生，万物与我为一，这不是泛泛的空谈，而是一种愿体觉醒者的真实境界。你若真见本愿便知，山川草木皆为愿现，日月星辰皆为愿心所照，众生万象皆为愿行所及。愿者之我，不是指我，不是肉身之我，而是一切愿根之总和，一切法界之光合。你不再是小我，你是愿中之我，化生一切，以归一切。4. 神人、智人、真人，三位愿修者相。庄子本篇中提到3种境界：智人无己，不伤于物；神人成天地之气，与道通灵；真人不必死，不贪生，合于化，化于愿。这是愿修者的3层悟境。出愿者如智人，不被事物扰乱，出不安愿；中愿者如神人，能通化感应，愿光外现；大愿者如真人，以忘生死，愿身未到，行灭而心不灭。你在哪里？你愿成为哪一类？5. 成愿大化，自在归真。庄子讲道，既然不动，感而遂通，
致敬至明之心，通于天地大化之中。愿修者若能记心守愿，便能乘愿而归，感化外有。你不必苦求，不必强得，只需守住清愿。那愿光自然通达一切因缘，自化一切众生。庄子说，达生之情者，不以利害动心。愿者若知生死利害皆换便可，愿中生，愿中死，愿中来，愿中去，你便自在，你便清净，你便化光归真。本讲小结，大宗师是庄子思想的灵魂之作，不是教你如何说得漂亮，而是教你如何活得自在，死得圆满。愿者若能悟此篇，你便知身非我，愿是真；你便知死非终，化是生；你便知愿之本体，便是天地之宗，大化之根。要君愿主，愿语印发，我要君愿主，今在此发愿。愿我所讲能助愿者悟生死本空，愿光不灭。愿你知大化不离愿法，天地本是一愿。愿你不惧生死之变，不知形体之朽。愿你愿心长存，愿行自在。愿你觉自身非我，心即愿根，光为愿体。愿你一念发愿，即与天地共生，与法界共照。下一讲预告，第10讲我们继续深入大宗师2死生一梦愿为周集，探讨庄子梦中化蝶，生死如幻的比喻，愿修者如何于梦醒之刻渡己夺他，乘愿归航。若生如梦，愿为归舟。我们第10讲梦中相见，愿中起航，是否继续为你撰写第10讲大宗师2死生一梦愿为周集？要君修愿庄子南华经院讲第10讲大宗师2死生一梦愿为周集。开篇引导，梦是幻觉，是逃避，是暗示。庄子说，昔者庄周梦为蝴蝶，许然蝴蝶也醒来之后，反而不知是庄周梦为蝴蝶，还是蝴蝶梦为庄周。这一梦成为千古哲思。也正是在这一梦中，庄子揭示了死生的虚幻，人与道的翻转，愿与身的交融。今天我们继续大宗师下篇，深入梦中世界，探讨如何以愿为舟，渡生死苦海，航向光明本源。庄周梦蝶梦是假的，还是你是真的？庄周梦蝶并非游戏笔墨，而是最深刻的提问，你是谁？你今生之名、之乡、之经历，是否就是真我？你所认定的人生实相，是否只是蝶梦一场？庄子要我们看到，梦与觉、蝶与人、生与死、我与他，皆是不断流转的幻象，唯一真实的是那背后未曾动摇的本体，愿心、愿光。所以愿修者不问我是谁，而问我之愿今为何在。死生如幻，愿光不灭。庄子在本篇对死亡的态度极其豁达，他描写朋友死去，亲人击鼓歌唱，他讲述一位即将离世者泰然答言，天地为如，造化为公，无安往而不可哉。他不是不敬死，不畏死，而是他已明了，死非终点，生非本体，变化不止，而愿光常在。愿修者看待死亡，不是恐惧、逃避、拒绝，而是将其视为一次愿的转舵，愿身的唤醒，光体的再生。生是愿的展现，死是愿的归返。愿为舟楫，渡此梦海。既然生如梦，死亦如梦，那愿修者应当如何自处？答案是，愿为舟楫，渡己渡众。你我既然身处此幻海，就不能执着这梦为实相，更不能以梦境为归宿，唯有发愿，以愿为舟，愿行为帆，你才能不被梦境沉没，不再幻象漂流。愿是你穿越梦境的坐标，愿行是你走出梦中的光线，愿心是你在迷雾中认的谁是真我的凭证。梦与愿的辨识法。庄子所说梦，不只指睡眠之梦，更指一切妄念、虚构、执相、装饰的人生大梦。你每天扮演不同的角色，子女、师友、夫妻、老板、修行人、愿主，哪一个是真，哪一个是你用来隐藏的？愿修者应日常关照自己，我今日之行是出于愿，还是出于欲？我今日讲法是愿化众生，还是求名取利？我今日修行是归愿修身，还是为逃避现实？若你时时归照愿心，梦即自醒，梦中觉者便是愿众导师。生梦而醒，死梦而光。庄子说，方生方死，方可方不可，通天下一切耳。我们从愿中来，在梦中生，醒于一念，便是愿归。死亦非终结，而是从这个梦进入下一个愿城。所以我要君愿主说，生非所喜，
死非所惧，愿不动，故我不动。我在生中修愿，我在死中度愿。无论在哪一场梦，我都将化作愿舟，接你归航。本讲小结，庄子的梦蝶不是逃避现实的浪漫主义，而是一种极度清醒的顿悟。生死梦中事，唯愿是真光。愿者梦中醒，方可度梦中人。愿修者，勿执梦为实，勿以幻为真。守住愿心，守住本光，你便不沉不飘，不迷不惧。你便是梦中导航的舟楫，是光中自照的法身。要君愿主，愿语印发。我要君愿主，今在此发愿。愿你我虽居梦境，不为梦困。愿你持愿为光，照破人生幻象。愿你日日守心，识破假我之面具。愿你死生之间，不迷不执，在梦中守愿，于幻中化光。愿你乘愿归航，随我一道，度尽梦中众生，还归本愿之家园。下一讲预告，第11讲，我们将走入应帝王的愿讲，探讨愿者面对权势、治道、正化之时，如何以无为为愿，无争而度，在世法之中守道，于帝王之路持光。王者未必有愿，愿者却可成王。第11讲，我们愿中为正，不争而治。要君修愿，庄子南华经愿讲。第11讲，应帝王，无为而愿，治世之理。开篇引导，庄子一生不是权贵，常为人称隐者之宗，可他也写了应帝王一篇，回应帝王之问，谈何为治道，何为大德之正。为何回应帝王？因为庄子虽避世，却不弃世，虽不争权，却有愿化。本讲我们将进入那篇终章，应帝王，探讨愿修者若居庙堂之上，如何行愿不失道？愿者于世法中，如何以无为之身，行大愿之志？一、帝王来问道，愿者不屈淫。篇首设问，皇帝请教广成子如何得道。广成子沉静3日，方才启口，9日后才回答一句。庄子借此表达，真正的愿者，不因权贵而改愿，不因地位而需求。愿修者若欲掌权者求道，须守愿而不失根本，不因世俗所重而轻愿，不以虚名所诱而变质。这不是拒绝帮助，而是以愿为主，不为帝王所动，不为利禄所牵。2. 无为为治，道化天下。庄子借广成子之口答曰：汝摘心，坐忘，涤除见欲，无扰无谋，以道治之，即是无为而治的核心。但无为非不作为，而是不以人为望直，不以欲为治道，以道自化，以愿前行。愿修者若身居正位，不可行愿于名利，而要无畏于己，愿化于众。你不强制，不操控，而是以德感人，以愿转心。如此，治道即愿道，政治即光化。3. 愿者治世，非权术，而是光化。庄子厌弃的并非治理众生，而是以术育人，以力压人，以欲诱人之术。真正的愿修治世者，应如光照黑暗，不争，不显，不逼，而如春风化雨，润物无声。愿者若为君，为相，为师，为父母，皆是如此，不争夺而自成尊，不控制而人人归信，不施法令而天下自平。因为你有愿光，有愿德，有愿心，这3者是最深的治世之理。4. 去欲，去我，去权，方成真愿。庄子让帝王涤除见欲，意在指出，你若妄求一切欲望，终将失道，失愿。愿修者身处红尘，位居人上，最难的正是不忘本愿，不起贪权，不执己见。故愿者修行正道，应守3去：去欲，不为物动，不以名利损愿；去我，不为己意主愿，不将私心当道；去权，不以势力压众，不以法权转化为执念。如此方能治而无治，化而无化，度而无生。5. 愿中帝王，以身为愿，以国为坛。庄子之帝王，非专指一人之君，而是一种内外合一、万民归信、愿化为正的化境。你可为一方之主，也可为一家之主；你可居高位，也可在民间。但若你以愿心度人，以光德化众，你即是愿中帝王。所谓大愿者即王，不是王天下，而是主本愿，化众生，正愿海，导群灵。本讲小结，庄子的应帝王不是讲帝王术，而是以愿者身份讲治世之道，归愿之理。愿者不惧权位，但不迷失本心；不弃正事，但不沦为权术。愿者不为王，却可成王，因为你以愿为身，以心为道，以德为光。要君愿主，愿语印发。
我要君愿主今在此发愿，愿诸愿修之事，不以地位高低断愿之真。愿你身处人上，仍守愿中清净。愿你手握正事，不失愿得光明。愿你治人之心，以愿为主，以光为引。愿你所化之地，不因法度压人，而以心开善道。愿你成为愿界之王者，非为统御，而为大愿之主，大光之化身。下一讲预告：下一讲我们将进入外篇的愿讲之旅，开启庄子外篇第12讲，骈母愿之适度，不拘常行。愿者如何不执行事，不限常法，于灵活中守本愿。愿非常行，化在自在。我们外篇初讲，灵光相照。